100天前，这个鱼缸还宛如墓地，毫无生机可言。谁能想到，在未来的3个月里，它竟变成了一个繁荣兴盛的生态系统？而这奇妙的一切，还得从一个8手鱼缸开始。世界的塑造由泥石开始，以沙子结束，中间还添加了岩石和仙人掌，使外观更加自然。如你所见，这是个以沙漠为背景的世界。随着世界的建立，第一批生物开始诞生，这是暗黑甲虫，它们只在晚上出没，因为白天它们需要寻找阴凉处来躲避沙漠的酷热，否则便有被晒死的可能。等到夜幕降临，甲虫们才会重新出现，它们开始聚集为一个重大时刻做准备。随着气候骤变，处于假死状态的甲虫也开始苏醒，纷纷加入聚会。这是一个神秘且诡异的仪式，仿佛在迎接什么，又仿佛在祭奠什么。当然，这一切此时还没有时间去探究，因为天空突然出现了浓烟，大风夹杂浓烟席卷在甲虫身上，接着便有微小的水滴开始形成。随着水滴从背部滑落，甲虫们终于喝到了水。毫无疑问，甲虫的求雨仪式得到了上帝的正面反馈。到第4天的时候，第2批生物开始出现。千万别小看这只蚁后，因为不久后它将孕育一个强大的帝国。眼前这些白色球状物便是蚂蚁卵，以后在孵化幼虫时需要足够的营养供给，因此第3批生物开始出现。这里有50只黑色皮杜，它们几乎吃任何能吃的东西，包括农作物、蚕茧、昆虫，甚至骨髓都吃，所以这个胶囊头骨应该能让它们吃许久了。到了第35天，皮杜的数量开始激增，这些不是毛毛虫，而是皮杜的幼虫。皮杜喜欢在地底藏身，但只要在地下放条死鱼，就会把它们引出来，如同恶狗扑食一般。这条鱼很快便只剩一堆骨头。没多久，皮杜的数量有了失控的趋势，因此捕食者开始出现了。这是沙丘壁虎，它们被上帝委以重任，来维护这片世界的安定。但有只壁虎似乎误判了此行的目标。由于以前从未见过黑暗甲虫，出于谨慎，它开始摆动尾巴，向同类发出警报。在获得同伴反馈后，它终于鼓起勇气继续前进。与此同时，他的兄弟正在做一件了不起的事情，他开始挖掘胶囊头骨，并在接下来的几天中将其打造成一个临时的避难所。如果往下看去，你便会发现下面别有洞天，几只壁虎盘旋在洞内，甚至还有一只在这里蜕皮，这表示它们已彻底在此安定了下来。与此同时，在地底的另一端，蚁后的第1批工蚁出现了。新生的工蚁需要为自己和蚁后寻找食物，所以他们打算去地面狩猎。毫无疑问，这只甲虫是最完美的食物，但由于猎物庞大，他们必须展开团队合作。新生儿的首次狩猎成功本来是件大喜事，但他们却并不开心，因为此时天空开始变暗，气温也骤然下降。不好，这是沙尘暴到来的迹象。话音刚落，世界便开始翻滚，甲虫连连叩首，祈求上帝的饶恕。然而上帝似乎并未听到，无数沙尘如恶魔般席卷而来，将这个沙漠世界笼罩在一片混沌之中。风暴持续了许久，当一切终于平静下来时，整个世界都被一层红纱覆盖。在中间的峡谷里，有非凡的生灵开始显露，那是一些休眠的鱼卵，只需一点水源便能让它们显现。到了第45天，甲虫仍然数量过多，因此还需引入一个新的捕食者。这是一只极其危险的家伙，它的到来让所有人心头一震，于是纷纷开始躲藏。但似乎太晚了，这只壁虎已经被蝗虫接近，迅速跑回洞穴，是它目前唯一的生存机会。但它会这样做吗？随着气氛越来越凝重，壁虎终于展开了行动。很快，时间来到第60天，接连数日的高温天气使得水源严重匮乏，许多树叶都开始变黄，甚至连仙人掌也在枯萎。毫无疑问，旱季已达到了顶峰。神奇的是，有一种动物并不受干旱影响，那便是蚁群。因为蚁群在地下储存了丰富的食物，并趁机将族群扩大了至少2倍。在正常情况下，蚁群只需在洞里便能借助粮食储备安然度过旱季，但它们的舒适圈并不会持续太久，这是上帝不允许的。下一秒，乌云开始笼罩整个世界，这是暴风雨来临的前兆。话音刚落，大雨便倾盆落下，并在地下汇聚形成洪水。随着水位上升，动物们不得不寻找更高的地方躲避。1天后，
当风暴渐渐平息后，动物们竟发现峡谷中心有河出现，这条河流便是上帝的温柔，因为以后他们再也不会为缺水而烦恼。当然，上帝的每个举动都饱含深意。还记得之前的鱼卵吗？现在终于到它们显化的时候了。这些鱼卵极为渺小，孵化出的幼崽甚至还没一粒沙子大。它们与无数的仙女虾混合成群，仿佛不分彼此。到了第69天，雨水的到来使这里符合了生存条件，也因此引发了繁殖季节。相比甲虫的局促，壁虎早以3秒为例，在地下产下了1窝蛋。同时还有一种动物仍在寻求配偶，它已寻找了许多个日夜，终于在某天夜晚得到了回应。或许是它的真心得到了上帝的认可，又或许上帝希望它能繁衍。总而言之，一只雌性出现了。接着他们小心地靠近对方。蝗虫的交配是极其残忍的，相信大家都在黑猫警长中看过。因为在交配结束后，雄性会化作雌性的养分，使其拥有繁殖所需的营养。接着，雌性会找一块柔软的土地，并开始产卵。与此同时，雄蝗虫的残躯引来了蚂蚁的注意，随后大量的蚂蚁开始聚集。此时，它们无惧所有，因为一个庞大的帝国已彻底形成了。2个月过去，蚂蚁的数量也有了失控的趋势。为了制衡它们，另一个捕食者出现了。这是蚁狮，蚁狮一年要吃掉上千只白蚁，也算是一种益虫。它会在沙地里挖出漏斗状的陷阱，自己躲在陷阱底部等待猎物经过。一旦蚂蚁接近，蚁狮便会用大颚抛出沙子，将猎物击落到陷阱底部进行捕食。有趣的是，蚁狮在建造陷阱时会将沙子按照粒径大小进行分类，让陷阱斜坡表面布满较细的沙粒，使猎物不容易往上爬。与此同时，河里已充满了生命。仙女虾也长大，并且接受了命运的安排，开始为即将成年的鱼儿提供养分。到第90天，雌性蝗虫的生命也走到了尽头，在繁衍结束后，它的使命便完成了。然而，蝗虫的逝去便代表甲虫必然会再次失控。于是，最后一个捕食者出现了，这是蔽日蛛。蔽日蛛是干旱地区的标志性动物，主要以昆虫、小型节肢动物、蜥蜴等为食。它的加入便代表皮度的噩梦要来了。到了第99天，生命处于完美的平衡状态。这是一个伟大的时刻，这片世界已经发展到了极限。盛极而衰，鼎盛带来的后果便是纪元的更替，整个世界将被全面清洗，直至上帝创造出下一批生物。第100天，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鱼缸，因为在100天后，它将演变成一个